晚上快要9点，我们终于到了布达佩斯。room tour 一下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在布达佩斯的 Airbnb， 然后其实蛮宽敞的。睡觉地方在这边，然后有一张独立的桌子，整个感觉是有翻新过，还不错。我现在在布达佩斯的国会大厦，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个 tour， 这个就是国会大厦的外观。现在这个机器，然后我们是走到4楼，4楼是我们的第一站。国会大厦真的是布达佩斯最美的建筑。那它坐落于多瑙河畔旁，到了晚上，这条河两旁的建筑会打灯，真的特别的漂亮。这里是休息室，那上面的彩色雕像代表不同的行业。那它的含义是说，匈牙利的人民在这个国会大厦也占有一席之地。这张地毯是欧洲最大的手工地毯之一。那个蓝真的是蓝得很特别，非常的高雅。这里是议事厅，那是国会议员开会的地方。我们刚参观完国会大厦，那导览大概40分钟到45分钟，其实还蛮短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参加，因为呢。它里面的装潢跟构造真的特别的美，它那些雕像什么都很精致，然后地毯那些真的颜色都很特别，治好我在欧洲的审美疲劳。重点是里面黄金用的是真的黄金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来这边很值得报名。那我们现在要搭电车到中央市场，那我们就出发。布达佩斯的这个电车好可爱，是黄色，超复古。然后等一下要搭这台车。我现在要到中央市场，这边感觉真的是当地人会来的地方，因为我就看到一些伯伯提了很多袋水果，然后这边食物。刚刚看到一些面包，然后看起来都好好吃。我们刚刚在面包店买了2个马铃薯起司球，然后这个是罂粟派，黑黑的长这样。然后这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感觉是他们传统的东西。我们刚刚买的这个罂粟派超好吃的，前面2个超雷的，一个就是很正常的马铃薯球，然后一个就是很咸的起司。这罂粟派吃起来不会太甜，然后里面有一丝一丝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很好吃，可以买。这边市场的1楼就是卖一些水果跟肉，2楼的话就是卖纪念品跟首饰区。但是这边纪念品真的是super丑，所以我觉得来这个市场可以买吃的东西，因为吃的东西还不错，纪念品看看就好。我现在在一个香皂店前面，我刚刚只是随意路过，然后我们就闻到这个辣椒口味，虽然闻起来有点化学，但是整起来真的超香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块回去，纪念品看看就好。我们2个超疯狂，因为我们刚刚找到一家评价很高的火锅店，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坐了2站，到这个有点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有一条唐人街。我们要来吃火锅，我们的火锅到了，准备开吃。10分钟之内边上没有位置了，姐。2位。没有。好感动，我已经超久没有看到一个完全中文的菜单了。相当熟悉又陌生。
家在 Google 评论被评为 authentic， 那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吃完之后结账，看到账单70欧，整个吓到。那别人问你在欧洲吃过最贵的一餐在哪里，我们会说在布达佩斯的火锅店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搭邮轮，因为我们是订晚上8点45分，因为现在大概9点多才天黑，所以我们订8点多这一班可以在船上看到夕阳西下。然后这边就是Why are you doing it? You're shooting vlog. 这是一家可颂专卖店，但整体偏网美，所以有经过再过来吃就可以了。饭是芒果美馅，还蛮好吃的，因为它芒果不是甜，是有一点酸酸的芒果，然后吃起来还蛮解腻的。然后它的可颂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的开心果就是比较不是甜的那种，是有点咸咸的开心果，吃起来也不错。但是我觉得，那个就是吃起来比较没有惊艳，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开心果的那个口味。但它的可颂我觉得还是一样很好吃，就是酥酥的感觉。但我觉得这家的咖啡浓好喝，因为喝起来超级的热水。我们现在走超长一个很长的阶梯，15分钟上那个渔人堡，因为坐那个缆车要2分钟，就要大概10欧，非常贵。没有很想花这个钱，因为10欧可以够我喝2杯珍奶。如果懒得爬楼梯，可以搭这个复古电车，但它就是大概2分钟就要付10欧，我是觉得有点偏盘。这个是多瑙河畔的鞋子雕像，然后会有这些鞋子，是因为当时2战的时候就有反犹太人主义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，那个士兵就会在这边河去处决犹太人。那当时他们因为想要节省子弹，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就是命令这些犹太人全部人站成一排，然后用绳子绑在一起。然后他们的脸就会面向这个河，然后背对士兵，所以那些士兵就只要朝其中一个人的头射1枪，那个人倒下之后，一整排的人就会直接掉进那个河里面。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去节省子弹。那会叫他们就是在处决前要脱下鞋子，是因为鞋子在当时是一个昂贵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在处决完之后会把他们的鞋子拿去卖。那后来为了纪念这个东西，所以他们用铁做了应该是60双的鞋子，纪念这个事情。那当时住在这个就是河岸对面的这个公寓的居民，他们其实晚上都有，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是因为在一个战乱的年代，所以他们选择沉默。但是战争完之后，有一个电影导演，他觉得应该要
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所以他就拍了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多瑙河长廊上的鞋子》，他就访问这些居民，所以那部电影就是在讲这个历史事件。这个红色的就是查票，在布达佩斯呢，真的一定要买票。像我们第一天来坐电车，就1天之内就遇到3次查票，然后今天也遇到查票。他们就是真的穿的就像是一般游客，然后会突然跟你说要检查你的票，所以呢，真的不要有侥幸的心态，一定要买票，因为那个罚款应该会是你票价的40倍，所以千万不能省小钱。刚刚那个查票的人真的就只检查我跟我同学2个人的票，因为我们就是外国游客，然后又是亚洲脸，所以他检查我们的票之后呢，他就下车了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亚洲脸的话，绝对会是查票的重点对象。我们这次在布达佩斯的交通一样是在 App 上面买票，就下载这个布达佩斯的进去之后，因为我买的是72小时的票，它这边就跟你说你的票的截止时间。那如果遇到查票的人，你就要秀给他看你的 QR code 这边，然后他就会扫这个 QR code，确认说你这个票是有效的。这个是魔术方块的画。它叫做Rubik's Cube， 它是一个匈牙利的建筑学教授发明的一个益智游戏。那它这个画就是如果它，因为它是一个画成在一个2D 的平面画成3D 的样子，那它在画的过程只要有一个点没有对到，它就会失去那个3D 的感觉。然后我很喜欢它下面有一个画 N 开头的这一个，它叫做它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解决的办法不只有一种，就对应这个魔术方块的这个益智游戏。结束14天的东欧之旅，那因为我们2个这次共用一个行李箱，还没有出发前行李就将近20公斤，还好最后行李没有超标。